现在是早上5点，我们要出发去卡纳布附近的景点啦。哇，昨天晚上真的是下很大的雪。哇，像是地上看起来很滑的样子。哇，滑下去了。滑下去了 ，First Stage 到啦！哇，亚利桑那的最高峰这么明显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真的是好漂亮哦！哇，好久不见啦！哇，这里超漂亮的啦！我们要去毒蘑菇石林，就是这里。哇，很多人。要来走这个毒蘑菇石林的步道啦，就是这个，要去看这个高高瘦瘦的石林。出发啦！哇，我们要进去我最喜欢的提拉米苏啦！只要沿着这个标志走就可以了，就不会迷路。哇，好多提拉米苏哦！它这个步道就是会走在这一条旧的河道里面，然后你就是沿着脚印走，你就可以走到正确的那个 trail 上了。哇，我已经远远看到有一些小的那个蘑菇在上面了，在这边有好多小蘑菇在左上角。哇，我们现在要走在这个岩层的下面。哇，你看这个就是提拉米苏的纹路啊，你看这么的清楚。前面看到有一个那个 trail 的指标了，要往上走，走到这个上面去。我们要走到山里面去了，然后我们进来之后大概要走0.8迈，来回1.6迈，然后这一路上啊，都是这种沙石地，还有砾石，不太难走，但是要有一双好走的鞋。就是沿着这一条溪流的河床走去，因为这边降雨量非常的少啊，所以在河床上的脚印啊就非常的清晰，只要跟着脚印走就不会迷路了。前面这一颗就是第一颗的毒蘑菇啦，也是他们图片上显示的蘑菇林的第一个。哇，你看今天的天气一点云都没有，万里无云，天气超好的晴朗天气。我们沿着河床走，走到尽头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座超大的岩丘就在这里。你看这一个石柱蘑菇拔地而起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的蘑菇岩。这整个区域啊，都以这个毒蘑菇来当做命名，所以这边才叫做毒蘑菇石林。穿过刚刚那个第一个主要的那个毒蘑菇林的那个头以后，它旁边这边有几个小的，就全部都是那个黄色的身体、黑色的头，很标准的毒蘑菇。哇，这边有一个石洞，哇，好大哦！这个石洞真的很大，像是以前古时候要进去皇陵一样。哇，这个好特殊哦，这个好像日本的那个浅草的啤酒公司的标志。哇，这真的不晓得怎么形成的哎，这么大的岩石就矗立在这个石柱上面。哇，大自然真的是太奇妙了。你看这些岩丘啊，它基本上是白色的，
然后它最上层啊是咖啡色，还有黄色，这每一个岩层啊就代表一个不同的世纪，然后不同世纪的岩层表现出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底下比较松散的土啊被冲走之后，留下来的就是这一些石林了。你看这些红色、白色很鲜明对比的岩石，这不是人工染的哦，而是大自然的杰作。哇，你看这边的地形真的好特殊啊！你看这个河谷，像是来到外星球一样。哇，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恐龙，它有眼睛，还有嘴巴，啊，有点像尼斯湖水怪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啦，一样就沿着这个溪流的河床，然后再走进去提拉米苏的峡谷。哇，这一块颜色最鲜艳，这一块提拉米苏，这一块好多层次哦。哇，这里的土已经变成绿色的了，是抹茶提拉米苏。你看上面是绿色的土。哇，我们今天天气很好。然后空气因为昨天下雨，今天空气很干净，所以这个颜色就好鲜艳哦！啊，真的是很棒。我们现在要去沙洞啦，我们要去 Sand Cave， 我们要走一个 Sand Cave 的 trail。从停车场啊到沙洞大概要走0.5迈。犹他州昨天下雪，还好我们今天来是好天气。我们刚刚沿路过来，那个 First Step 跟那个前段的配置也都是下大雪的状态。我今天开始就放晴啦。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沙洞的那个 trail 了，它是一个人工挖出来的洞，荒废了以后留在那边。那个洞。它其实还蛮漂亮的，虽然是人工的，但是它的造型很美，就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。哇，要这样上去耶！哇，不过这岩壁的颜色好漂亮哦，有橘色跟黄色。哦，这个标示写说要从这边上去，所以这边有个绳索，要拉这个绳索上去。徒步的路程很短，但是坡度很大。然后这些沿路上啊都是岩石啊，岩石上面都有沙子，所以有点滑。我们刚刚就是这样上来的。我们现在要再往前走啦。这个沙子真的很滑，石头上面的沙子真的很滑，真的要穿好走一点的鞋子。哇，这里有点挑战呢哈。在悬崖边的这种路，哇，这边沿路都是这一种走在这种石头边缘的路，有点危险。哇，我们就快到了，你看，很难相信那个是人工凿出来的洞哈。就在这里啦，到啦，耶！你看，这就是沙洞啊。你看墙上还有以前好多人刻的字哦。哇，这个最要不得，这个是23年的时候刻的。我们进来到里面了，就是可以从洞里面看到完整的89号公路。沙洞啊，又称沙岩洞，它是在那个卡纳布北边大概5迈的地方。这些沙洞啊，我们从89号公路上就可以看到哦。这些沙洞啊，是在大概1970年的时候被用来开采沙子，然后要使用生产玻璃所用的。在短暂的开发之后啊，这个地点就被荒废。荒废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来这些沙洞来参观。走到底的墙壁是这样，就是这一个橘色的这一条岩石的彩纹就一直顺延到这里。
看从洞口看进来，沙洞的墙壁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好特殊哦，好像是会流动的烟哦。哇，这真的是很特殊，好像沙滩的沙哦，摸摸看，很冰哎。对啊，哇，好冰啊！为什么会在山里面有这么细的沙子哦？好像在沙滩一样。我们来到龙之腹穴啦。它这边要先进来，有一段土路要走啊。我们要来走这个龙之腹穴啦。这边有一个那个 trail 的指标。哇，到了！哇，就是这里。我们现在到龙之腹穴啦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洞哎。这个之所以叫龙之腹穴啊，它就是说，进来这个洞探险的话，就像是进到龙的肚子里面探险一样，所以就以此为命名，叫龙之腹穴。哇，这里面不长，你看前面就是尽头了。这一条啊，这个洞穴它穿过那个89号公路，它这个的洞穴的用途啊是泄洪用的。然后会把洪水导入北福克河，所以啊，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进来，会有突然的洪流哦。哎，这里很漂亮哎，你看这个经过了好多年的冲刷啊，你看峡谷上方的水流，你看随着它的排水，已经冲刷成一个砂岩墙，然后。它就创造了这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隧道，然后穿过这个隧道啊，会到一个很漂亮的峡谷哦。我们现在去看看。对啊，我们穿过这条隧道，再继续往前走，然后就走在一个河道上，就走在一个峡谷里面，看看到了尽头，看看有什么。听说有一个小峡谷，小槽峡谷很漂亮。哇，你看今天的蓝天这么蓝，然后月亮已经出来了。哇，前面有看到一个石壁，很漂亮哦。不晓得是什么，我们去看看。所以这边如果雨天的时候，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个像渠道的东西，它就这边就会有水排下来，然后沿着这条河道，就从刚刚我们穿过的那个龙之腹穴排出去了。所以这边以前是一条排水系统，所以这边如果下过雨后，千万不要过来哦，这边可能会有忽然的洪水泛滥，可能会有危险。所以如果有雨天或是暴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的进来了。我们到卡纳布小镇啦。这里啊，卡纳布它是一个不太大的小镇，它大概4000多个人口而已。但是它是在西南部国家公园的中心哦。大家都知道洛杉矶有一个好莱坞，卡纳布小镇就叫做小好莱坞哦。这边呢是很多西部片的拍摄的地方。大概在1870年的时候啊，有10个摩门教的家庭搬进这里，然后开始建立现在的卡纳布小镇。然后在同一年啊，就是摩门教的先知跟总会长杨百翰，他2次有访问这里哦，然后有提出一些建议，而且监督卡纳布小镇的城市规划。这边有一个导演的介绍，这小好莱坞在这里拍片。这是另外一个得到奥斯卡奖。卡纳布就是犹他州的小好莱坞，还蛮有趣的一个称谓。